我是恐怖遊戲唯一的清潔工，每輪遊戏結束，我就出来打掃房间，把殘肢碎片收拾一下。平日在副本中到處砍人的 NPC， 下了班都對我畢恭畢敬。一旦少了我，他們的居住環境就如同糞坑。有一天我休假，他們發了瘋滿世界找我，逢人便問是不是你綁架了吳媽，還我吳媽。最後所有玩家都瘋了，一同踏上尋找吳媽的旅程。我吳子瑜，恐怖遊戲唯一的清潔工。面試時，颇具霸总氣場的幕後老板大手一揮，我宣布整個遊戲的垃圾被你承包了。我的謝謝大可不必還沒出口，眼睛就粘在了他42塊腹肌旁邊的招聘待遇上。11000月的底薪，按副本計件，每打掃一個副本就是1000塊。我當即決定，這個窩囊費還是我來掙吧，勞動光榮。老板說道，為了防止遊戲裡的 NPC 干擾你，我賜你4件神器，上掌昏君，下除奸臣。於是我得到了掃把、簸箕、拖把和抹布。我皮笑肉不笑，謝老板賞賜。他滿意地點了28個頭，還有3個頭故作高冷，說道，你去吧，我期待你的表現，畢竟你是我一眼就相中的女人。他跟個戰神刑天一樣，白長一堆的頭，只有一個眼睛在胸口，被碩大的胸大肌擠在中間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又看了看他的七嘴八舌。請注意，這是數量形容詞。我面無表情地說，那我去工作嘍。他說道，其實也不用那麼急，明天就是周6了，你可以周2再來。我們的副本只有1、3、5開放，你周2、周4來打掃就可以。當我傻呀？這是計件工資，少幹就少賺。我僵硬地笑了笑，轉身進了副本，隱約聽到他欣慰地說，真是勤奮。可如果不是因為窮，誰願意勤奮呢？在我思考時，我已經來到了第一個副本，紙牌屋。紙牌屋規則：1，在進行紙牌類遊戲時，手中不能持有鬼牌。當鬼牌在手中滯留超過3個回合，你將被殺掉。2，空白牌可以替代橙牌。3，黑桃會給你帶來不幸，紅橙則會給你帶來好運。4，我看着這塊碩大的立牌，拿起抹布擦了擦，實在是太髒了，有些字根本看不清。你在幹什麼？陰冷的聲音從我身後傳來，你知不知道這是我迷惑玩家刻意做的？你想死？4，撕紙牌玩嗎？很好玩的。他看到我手中的4大神器，艱難地笑了笑，他那張小丑臉沒有一點喜劇感。我看着他，問道，你其實並不開心吧？什麼？他一臉的不理解。我說道，你笑得很勉強，就像我一樣。如果你不想我打掃，我可以出去。我很清楚他的心情，我曾經也是面对領導奴顏婢膝，最後因為被辭退才重新出來找工作。看着他仍在組織語言，我拿着東西準備離開。他看着我說，其實也可以打掃一下，雖然我殺人都是把他們裝進撲克牌裡，但還是有一些人會自相殘殺。他帶着我往前走，你看這面牆本來是純白，現在卻沾上了暗沉的血跡，你幫我擦一下吧。我點點頭，拿着抹布彎腰小心地清理。它的牆體材料特殊，也是撲克牌搭成，若是用水太多或者太過用力，可能會弄皺弄破。他全神貫注地盯着我的抹布，看到我擦乾淨才鬆了一口氣，太感謝了，我一直都很煩惱這一點。這副撲克牌是我爸爸留給我的。我看向他，他追憶道，他是一個不入流的魔術師，同時也是一個逗人發笑的丑角。我小時候很看不起他，可當我長大卻發現他是個偉大的爸爸，可我已經無法親自給他說這些話了，畢竟我已經死了，成了一個 NPC。我問道，需要我幫你帶話嗎？我可以回到現實。他的眼中頓時多了一些光，霎時間手足无措，請你下次來吧，我還需要想一想要跟他說些什麼。他把我推出門，我看到紙牌屋的門關上。老板挑了挑眉，你知道你打掃的第一個副本給了你什麼評價嗎？他如同選秀節目的導師一樣拉了個懸念，提高語調，滿分。滿分的獎勵是什麼？我期待地問道。沒有獎勵，獎勵就是我的飛吻。他用獨眼做了一個 wink。謝謝，不用了。我面無表情地走入下一個副本，有這樣的老板也是福氣。房間名：九尾。人們不願意相信是賢明之君變成了昏君，而將之怪罪他身邊的狐狸。可當他們殺了九尾，這個王朝還是沒有好轉半分。現在這些有識之士該如何自處呢？踏進副本，平台樓閣全都蓋着白雪。我看着手中的常規掃把，掃雪我擅長，但用這個掃雪似乎有點勉強。最終我決定大力出奇蹟。喂，你掃到我尾巴了。我左右看看，總算看到了在白雪中蠕動的光禿禿的尾巴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你的尾巴在裡面。他問道，你是誰呀？現在也不是玩家進本的時間。我說道，我是新來的清潔工。清潔工？他似乎有些驚奇。此刻遠處的雪人動了動，一個狐狸腦袋從裡面鑽出來，大眼睛閃着光。咱們遊戲什麼時候多了個清潔工？怪稀奇的。為了讓他相信，我走到他面前，亮出了工作證。他貼近看了看，對我說，我不認字。你們人類的文字對我來說太複雜了。我再度說道，抱歉。他不解地說道，你又沒有做錯什麼，怎麼老是在道歉呢？可能是習慣了吧。我想了想說，
有時候總擔心自己會傷害到別人。他耳朵動了動，從雪人中徹底走出來，顯出一個毛茸茸的腦袋和血肉模糊的下半身。我就從來不擔心這一點。我看着他的身體，他說道：“只是毛皮被剥了而已，我已經報仇了，把他們拉到副本好好折磨了一頓。”我說：“一定很疼吧？”“當然。”他點點頭，但是現在我已經不會疼了。別提我了，說說你吧。我想了想，我的人生寡淡如水，沒什麼好說的。他一步步地走近，9根尾巴從雪地中伸出。我很好奇，你不怕嗎？我問，為什麼會怕？他說道，所有玩家看到我都會嚇得五官亂跑，說我醜陋、惡心、恐怖。我想了想，可能是因為我喜歡看恐怖片。在我小時候，同學的房間貼樂隊、明星的海報，我卻貼着怪獸、鬼、妖怪。我希望他們能從畫像裡走出來，把欺負我的混混打一頓。他點點頭，那你的願望實現了嗎？他們走出來沒有？我搖搖頭，他們沒有走出來，但我的老師把混混收拾了一頓。他說道，真好。在我的呼聲中，似乎從來沒有遇到過幫助。我蹲下來看着他，那你需要我的幫助嗎？他認真地想了想，來幫我堆雪人吧。雖然每次開本都要毀掉它們，但我真的很喜歡這些雪白的東西。於是整整一天，我們都在堆雪人，各式各樣的雪人。我哈着熱氣，一絲倦意浮上心頭，但同時也很開心。他說道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最後再拜託你一件事，把我埋進雪裡，我要睡覺了。當我把他埋到雪裡，他向我告別，下次再見，清潔員小姐。踏出副本，老闆還坐在他的辦公桌上，你這次似乎沒有打掃。我點點頭，不用算我工資。他看着我，我很欣賞你的誠實，所以我決定獎勵你。我說道，一個飛吻是嗎？真的不用了。他嘻嘻一笑，被你看穿了呢，下次給你換個獎勵。現在你該回家了。目前已經是現實世界的下午5點，4點半是下班時間，請你牢記，這裡不允許加班。他拍拍手，周邊的環境變得模糊，我回到了現實中。真是果斷而決絕啊，一點加班的機會都不給。我萬分無奈地回到家，奶奶坐在家門口，含糊不清地問道，子瑜，找到工作了嗎？我走近，在他的耳邊說，奶奶，我找到了。他的耳朵不好，必須要進血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他接連說了2次，仿佛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。我就知道找工作難不住你，你可是高學歷的大學生，隨隨便便就能找到新工作。奶奶說了一長串，才停了話頭。我笑了笑進門，和媽媽打過招呼。吃飯，休息，周一。我拿着4大神器，再度來到副本後的神秘空間。老闆雙手交叉，看着我，別急着进去，副本在進行中。他拍拍身旁的另一張椅子，坐着看會直播吧。我抬眼看去，無數個影像懸浮着。紙牌屋，拿着鬼牌的玩家汗流浹背。9尾副本，玩家正在討論破局的对策。這個副本結束了，不介意的話，你現在就可以進去。他指着一處，我看過去，鮮血、殘肢，還有正在獰笑的怪物。當我推開門時，怪物蹲在躺椅上，地面是粘稠的血液，紅乎乎，滑溜溜，屬於人類的肢體七零八落。即便是專業的收屍人，也不見得能夠準確復原，儼然一幅地獄景象。而這僅僅是這棟古堡的第2層。我貼着欄杆往下看，視覺衝擊感堪比初次接觸伊藤潤二的漫畫。我嘟囔着，真難打掃啊！我就知道1000的計件工資不是好拿的。我戴好口罩，穿上手套，拿起鑷子，準備先把這些殘肢加進大垃圾桶。怪物看着我自顧自開始打掃，喂了一聲，這位大媽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怎麼能夠未經主人允許就開始打掃呢？我看着他凶狠的眼睛，問道，那你需要打掃嗎？最好是不要，那我就可以免去這一繁重的工作。他點頭如搗蒜，需要，太需要了。大媽呀，我就盼着你來的這一天。我嘴角抽搐2下，我姓吳，你可以叫我。後面的話還沒出口，他雙手握住我的膠手套，險些沒給我手套拽下來，眼中閃着銀淚光。吳媽呀，你是不知道你來之前我過着什麼樣的生活。這麼說吧，我起初住在1樓，現在就差住在房頂了。太臭了，算了，隨便了，他怎麼叫吧。我看着他細密如針的牙齒，說道，那我現在就開始打掃吧。他這一把鼻涕一把淚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我把他怎麼了。他重重點頭，拜託你了，吳媽。於是我拖着垃圾桶開始撿拾行動，走了一半，垃圾桶已經重得不像話，紅色的滾輪都快轉不動了。吳媽，我來。他從後面推着垃圾桶，我感覺遲一會兒，我的肱二頭肌就練出來了。繞着2樓走了一圈，我的胳膊徹底抬不起來，拿着鑷子的手都在打顫。那個，我看着他，還沒問過你叫什麼名字。他笑笑，叫我小李吧。我全名叫萊昂納多·迪卡普里。槽點拋到一邊，我點點頭，小李呀，你吳媽我今天可能要先走一步了。我光知道打掃累，沒想過這麼累。晚走一步，恐怕我的胳膊就要交代在這裡。這樣啊，他失望地撓撓頭，尖銳的爪子撓在頭皮上，如同碰到鋼鐵，叮叮當當。我說道，我明天還會來的。
他頓時喜笑顏開，這要是被普通人看到他狰狞的笑容，肯定要做一宿的噩夢。那我送你。他抬起大垃圾桶，送我來到門口。吳媽，明天你一定要再來啊！一定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我轉身拉着垃圾桶退出副本。老闆說道：“你只有一個副本全部打掃完，我才能給你記工資哦。”我看着他，那是當然。他眉頭一挑，所以你還要去這個副本嗎？不同的副本工作量完全不同，我不會考慮你的辛苦程度。同樣的精力，或許你已經能夠打掃完3個副本了。聰明人都知道該做什麼樣的選擇。我拖着垃圾桶前往垃圾場，那你就把我當笨蛋吧。他爽朗的笑聲從身後傳來，像是聽到了很好笑的事，又像是遇到了很值得高興的事。將殘肢倒進垃圾場，我看了看垃圾场入口的警告，全是紅色感嘆號。垃圾場只能在每天的13:00、00:14:00、00進入，其餘時間進入後果自負。在入口處有6個時鐘同時轉動着，似乎是在防止誤差。我是13:22進入，13:47出來。這裡的垃圾分類比較嚴格，必須堆放到指定區域，否則會有奇怪的事情發生。我的動作還是不夠麻利。想了想，我回到大廳，老闆還在看直播，31個頭同時張望着，令人懷疑他胸口的眼睛是不是摆設，否則怎麼能看見呢？回来啦？他隨口問道。我應了一聲，同時遲疑片刻。老闆，我能不能找你預支一些工資？我的理由還沒出口，他問道，要多少？我回答道：3000，我準備，不用給我說你要拿去做什麼，稍後工資會打到你卡上。他不在意說，忽然間全神貫注，跟我來一趟，新的副本要誕生了。在大廳的右側牆壁上，一扇入戶門若隱若現，不斷閃爍。老闆如同站在產房外的父親，神情分外凝重。被他的情緒感染，我也變得緊張。直到入戶門凝時，老闆的眉頭徹底皺在一起。我看向他，老闆，你似乎並不高興。他作為恐怖遊戲的幕後老闆，多一個副本對他來說應該是好事。他看着我，你在接觸 NPC 的過程中應該發現了，他們過去的經歷都不怎麼美好。副本是帶着痛苦出生的。如果說人類的新生兒是希望，那麼副本的誕生就是絕望。換作你能夠開心嗎？我第一時間想起了九尾，他把被包皮這件事說得雲淡風輕，但實際上的痛苦只有他知道。我說道，換作我無法開心。我只希望世間少一些苦難，多一些喜樂。待入戶門穩定後，老闆擰開門，和我一起進去，我們去看看。我跟在他身後跨進門，天色十分陰沉，漫天的風沙席捲大地。往前走幾步，一座孤兒院出現在眼前，一隻白色的貓和一隻黑色的貓並排站在牆頭。黑貓問道：“你們是誰？”白貓喵喵喵喵。老闆準備朝前走，黑貓警惕地說：“停下，別再靠近。”白貓喵喵喵喵喵喵。老闆停住，說道：“我們是你們的家人，孩子們，歡迎來到恐怖遊戲。你們將作為副本的守關 BOSS， 經營這個副本。相關的信息我稍後會傳遞給你們。我們來這裡是為了見見你們，和你們熟悉一下。”黑貓眼睛眯了眯，我們不需要家人，請你們離開。白貓喵喵。黑貓看向他，夠了，你這個傻貓，不要再進行同聲翻譯了，他們聽得懂。白貓委屈地停止了喵喵。黑貓轉過頭，總之這裡不歡迎你們。我看着老闆問道：“老闆，我們是不是該出去啊？畢竟對方已經下逐客令了。”老闆點點頭，對兩隻貓說：“我們這就離開，希望你們盡快適應在這裡的生活。”在黑貓警惕的眼神中，我們走出門。把門關了之後，我才發現腳邊有什麼東西。低頭一看，是那隻白貓，它正在蹭我的褲腿。老闆顯然也發現了，不得了的天賦，居然能夠穿透副本。穿透副本是了不得的天賦嗎？我一時驚訝，那我走來走去算什麼？老闆說道：“副本的出入口只有在玩家進出副本時才會開放 ，NPC 無論何時都無法離開副本，這是前任老闆定下的規則，連我都無法更改。所以穿透副本是特殊的天賦，這就是我選中你的原因。”原來如此，我還以為是我面試時的表現打動了他，沒想到命運早已在暗中標好價碼。儘管特殊的是我，但我依舊有些苦澀。老闆的獨眼轉動着，這個小家伙似乎很喜歡你，我好像沒這麼招貓喜歡吧？想了想，我從褲兜裡拿出零食，白貓的眼睛頓時一亮。我說道：“他只是餓了。”我把外包裝撕開遞給他，他用嘴咬住，然後跑到門邊撓門。我驚訝，他想給黑貓帶回去。我把門給他打開，白貓跳入門，消失不見。老闆說道：“一個副本很少會出現2個 NPC， 他們的關係一定很密切。”我暗想，他們可能是兄弟或者兄妹，卻沒想到我錯得離譜。在副本內，白貓叼着食物來到黑貓面前，黑貓搖着尾巴看着他：“你吃吧，平時都是我餵你，在這裡卻不行了。你不該陪我來這裡的，我不是一個合格的主人。”白貓喵喵2聲，靠在黑貓的旁邊。黑貓嘆了一口氣：“為什麼我變成了貓？還是聽不懂你在說什麼呢？”
我對副本中發生的事一無所知，看到紙牌屋副本結束了直播，我敲了敲門，把門打開，沒有見到小丑的面，只聽到他的聲音：“你好，麻煩你把桌子上的那副紙牌帶給我吧，求你一定不要打開看。”他住在歡樂路的小劇場裡，年齡比較大，身上有些燒傷，名字叫范哲。我點點頭，好，我下午就給他送過去。小丑說道：“真的謝謝你。”我掃視一眼，沒找到他的位置，真是比我以前還要社恐。那我走嘍。他說道：“好的，再見。”我拿上牌出門，忽然感覺到紙牌一震，小丑被彈了出來。他摔在地上，苦笑道：“我就知道這樣不行。”我看着他：“你剛才藏在牌裡。”他道歉說：“我不是故意騙你的，清潔員小姐，我只是太想見他了，想出了一些昏招。”他痛苦道：“對不起，真的對不起。”我走到他面前：“你不用向我道歉，你沒做什麼對我有害的事。我理解你，我在重症病房陪着我爸時，眼淚都不知流了多少。副本裡不允許帶電子產品，我會把你爸的一切畫給你看。”他不敢置信地問：“真的嗎？”我點點頭：“真的。儘管我不太會畫畫，但我可以請人。”他站起來，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我不知道該用什麼來報答你。我說道：“有你這句話就夠了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意。”想了想老板对黑貓的說法，我對小丑說道：“我們是家人，不是嗎？”他的眼眶濕潤，點點頭說：“沒錯，我們是家人。紙牌屋永遠歡迎你。”我笑了笑，把他的牌帶上，走出門。原本向老板支取的3000是想去健身房辦一張年卡，强身健体。現在先推後吧。離開恐怖遊戲的後台空間，我給高中好友發了一個消息：“你給人畫插畫要多少錢？”他回道：“看情況，黑白210張，彩色不等。”我問：“素描呢？”他說道：“我除了大學在街上畫過素描，後面都不幹這事了。”我問：“你當時畫素描要多少錢一張？”他想了想：“20-30吧。”我發道：“成交。”他坐在出租車上的我：“你可以下樓了。我還有2分鐘到你家樓下。”10分鐘後，坐着他的凱迪拉克，我們向着歡樂路出發。他瞥我一眼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就算是我男朋友來找我，都得提前半小時通知。”我坐在副駕看着他：“知道了，林大小姐，這已經是你第2次重複這句話了。我請你喝奶茶。”林微雲說道：“這次奶茶可哄不好我，下個月我結婚，你來給我當伴娘。”我驚喜地問道：“你們要結婚了？”他嘴角有壓不住的笑意：“見過父母了，雙方都很滿意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沒問題，我來給你當伴娘。”他點點頭，問道：“聽說你老闆因為你請假陪護太久，把你辭退了，是不是有這個事？”我看着他：“你怎麼知道？還真有這種事。”他眉頭一蹙：“垃圾老闆，實在不行，你來我工作室打雜，姐妹別的沒法保證，絕對餓不死你。”我說：“我已經找到新工作了。”他問：“真的？什麼工作？”我說道：“幫大戶人家做清潔。恐怖遊戲的事情還是不能向外洩露。”他眉頭又是一皺：“待遇怎麼樣？你可別被騙了。”我說道：“每個月1萬多，還算是比較輕鬆。”林微雲說道：“總之你自己留點神，現在各行各業都不景氣，能穩定幹下去也不錯。說起來，你這次把我叫出來開50公里去這個歡樂路幹什麼？”我看着他，就是之前微信裡說的，畫人物素描要流暢，最好像動畫片一樣。聽完我的要求，他沉默片刻：“你覺得我能制作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嗎？”我想了想說：“應該不能吧。”他邊開車邊說：“你太瞧得起我了，居然還用了應該這種詞彙。吳子瑜，我的意見是，你直接用視頻錄下來，然後我回去找人幫你畫。你的預算是多少？”我抿唇說道：“3000。”他點點頭：“行，在3000這個預算裡，我幫你找個最划算的，你看行不行？”我笑笑：“可以。”就這樣聊着，歡樂路到了。漸漸入夜，歡樂路的小劇場亮起燈。魔術師范哲在這家小劇場已經做了30多年的開場。這位美麗的姑娘，請你從裡面任意抽出一張牌，不要給我看，用記號筆做個標記，然後把它塞進牌裡面。我隨意抽出一張牌，拿記號筆在上面寫了一個 W。他收回牌，現在請另外一名志願者洗牌。反復數次洗牌後，范哲接過牌，我現在再把它洗一遍。洗過之後，他拉起衣袖，翻開最頂上的牌，各位看一下，是不是這一張？嘩，全場掌聲雷動。下一個節目是相聲。范哲回到後台，我和林微雲同樣來到後台。我走向他：“范先生，您之前向我表演了魔術，我現在也想給您表演一個魔術，可以嗎？”林微雲拿着手機拍着視頻。范哲笑了笑：“当然可以。”我把小丑的紙牌拿出來，我要表演的魔術就在裡面，您可以打開看看。他和藹地笑笑，打開紙牌盒，笑容一下消失：“這不可能，你是從哪裡弄來的？您相信有另一個世界嗎？”我隨後說：“這就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信件。”范哲的嘴唇哆哆嗦嗦，一字一句地看去，眼眶逐漸泛紅。他說：“身為一個魔術師，我知道什麼都可以作假，但這一刻，我希望這是真的。”我看着他，他就是真的，范先生。除了他，我想沒有人會跟您說這些話。
他用手抹去眼角的淚，我可憐的孩子，他的死至今都是我難以接受。能幫我給他帶句話嗎？我神情嚴肅，您說。車上，林微雲問道，你到底給他看了什麼？他那麼傷心。我想了想，說道，一封家書。周二，因為畫冊還在繪製中，我沒有急着進紙牌屋，而是拿着一些貓糧之類的食物敲響了黑白貓的副本。打開門，白貓探頭探腦。我笑笑，把東西放在副本門口，給你們的。他看着我，喵喵，2個字，大概是謝謝吧。我說道，不用謝，改天我再給你們帶些來。他又說，喵喵。這次我猜不出來了，跟他說了再見，微笑着把門關上。老闆坐在桌子前，說道，用自己的錢給他們買東西，似乎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。我看向他，那能找你報銷嗎？他的31個頭同時搖晃，不行。他這個態度未免也太堅決了。我嘆了一口氣，帶上自己的裝備，再次來到古堡副本。我可沒忘記這個艱鉅的任務。小李站在屋頂的吊燈上，扯着花瓣，吳媽會來，吳媽不會來，吳媽會來。我看着副本中莫名其妙多出的落葉、碎花，渾身一抖，壓抑不住地喊道：“小李！”他靈活得如同猿猴，幾個騰躍就到達了2層入口，獰笑道：“吳媽，你終於來了！拜託，這個模樣不論幹什麼都很像反派。”想了想，對玩家來說，他的確是反派。我說道：“你的地已經夠髒了，請不要再給我制造垃圾。我靠收拾副本賺錢，不是靠撿垃圾賺錢。不好意思啊，吳媽。”他撓撓頭，我手癢控制不住，必須要弄些什麼。我看了看他縫合般的手，下次我給你帶橡皮泥，你捏橡皮泥玩吧。真的嗎？謝謝吳媽。他像個小孩子一樣，眼睛一亮。我看了看，說：“我們今天的目標是把第1層收拾乾淨。” OK， 吳媽。沒問題，吳媽。他扛着垃圾桶，一下就從欄杆往下跳，回頭看着我：“吳媽，你下來啊！”我嘴角扯了扯，我是人，我要走樓梯。等我下了樓梯，忽然又不見他的身影。左右看了之後，才發現他又蹦上了2樓。他捏着鼻子，太臭了，我受不了。確實臭，但他有沒有想過這麼臭是誰造成的呢？看來我有必要給他講一講垃圾分類的知識了。等把這裡收拾了，再收拾他。當我顫顫巍巍地走出副本，老闆看我一眼：“你今天的副本打掃數又是0。”我推着垃圾桶，沒有理他，徑直朝垃圾場走去。今天的垃圾只有等明天再倒了，已經堆了滿滿5個大垃圾桶。我戴了3層口罩，還是沒忍住在廁所吐了起來。我不怕怪物，不怕屍體，但這個臭味實在受不了。回到家，洗澡洗了整整2小時。周3，我安詳地睡了一整天，一直到周4，我才拿着4大神器重新進入遊戲，還有一堆貓糧以及答應小李的1桶橡皮泥。來到貓咪副本門口，我敲了敲門，出乎意料，出現的是黑貓。他看着我，我不吃貓糧，麻煩下次給我帶牛肉。看着他叼着東西離開，我關上門，真是沒禮貌的小貓。老闆眉頭一挑，為什麼要關了門說呢？你這樣說他聽不見，有些事情你不說他不一定懂，你說了之後他才知道要向你說謝謝。我想了想，下次我會嘗試告訴他。他滿意地點了10個頭，雖然你這周業績為0，但我看好你。我深呼吸一口，請不要說這種話，刺痛我的心。我要繼續打掃了，今天一定能把古堡副本打掃完。進入古堡副本，小黎躺在地上，閉着眼睛，還在說夢話，和念咒一樣。吳媽快來，吳媽快來！我看着多出來的殘肢，揉着太陽穴。1、3、5副本開放，我怎麼把這件事忘了？我踢了踢他，他醒過來，眼睛亮閃閃。吳媽，我好想你呀，你可算來了。我把垃圾桶放在他面前，以後所有的殘肢都必須進垃圾桶，絕對不允許到處扔。再像這樣，我以後就不來了。他一下眼淚兮兮，不能啊，吳媽，你不來我怎麼活呀？我嘆了一口氣，起來和我一起收拾。經過了前幾天的地獄清掃，今天充其量算個開胃菜吧。在有序的安排下，總算把他的古堡打掃得乾乾淨淨，一絲成就感油然而生。小李在1樓的地板上打滾，太爽了，我好愛空氣清新劑的味道。他簡直就是一個大型活寶。我對他說：“你一定要記住愛護衛生，不然我真的不來了。”他點頭如搗蒜，一定一定。我叮囑道：“橡皮泥在門口，手癢就去玩泥巴，不准到處弄，玩完都要放回桶裡。”好的，吳媽。看着他還在地板上滾來滾去，我搖搖頭，帶着工具走出副本。恭喜你，終於啃下了這塊硬骨頭。老闆豎起一個大拇哥，我像是參加頒獎典禮一樣說道：“謝謝。如果不是有老闆的支持，我不會走到今天。”他搖搖頭，我可沒支持你。有你這個時間，估計已經打掃完10個副本了。我翻個白眼，轉身要走。他說：“雖然我不支持這種行為，但敢為人先的精神還是值得鼓勵。恭喜你提前轉正，底薪提至2萬1個月。”我高興地蹦來蹦去，謝謝老闆，你是全天下最可愛、最聰明、最善解人意的老闆。他滿意地點點頭，下次我希望你能多說2個形容詞。行了，繼續工作吧。
我哼着小曲，開開心心地把垃圾處理了，還把他的辦公桌擦了一遍。最後剩1個小時，進了九尾副本。九尾，我轉正了。我向他分享這個好消息。他從雪地裡鑽出，恭喜，但轉正是什麼意思呢？我說道，就是從實習生變成正式員工。他搖搖頭，還是不懂。我想了想，該怎麼形容呢？就是從天上的雪花變成了雪人。哇！他驚嘆一聲，那實在是太美好了。今天還要堆雪人嗎？我問道。他搖搖頭，不堆了，你給我講講其他副本的事吧。我很好奇。我坐在他身邊，那我給你講講古堡的小李吧。他特別喜歡在地上打滾，還喜歡撕東西。周日，林微雲拿着畫冊過來，交到我手中，看看，滿意不？我翻了翻，神情十分還原。我看向他，這麼精美，真的是3000塊錢能做出來的嗎？你可別瞞着我給錢。他笑笑，我潤的比結婚紅包封厚點就行了。我同樣笑笑，好，到時候我收新郎的封給你。相視一笑。又到了周一，老闆看着直播，問道：“你為什麼這麼關注紙牌屋這個副本？”我說道：“因為我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要給他。”等到副本結束，我敲響了紙牌屋的門。他說道：“請你再等一下，我想我還沒做好準備。”我不敢想象他現在的樣子，總擔心他頭髮又白了，傷又多了。我希望你給我帶來好消息，又怕你給我帶來壞消息。我總是患得患失。清潔員小姐，我是不是很沒用？我理解。我隔着門說，但你不用擔心，你爸他很好，看上去狀態還不錯。他深吸一口氣，你進來吧。我帶着畫冊進門，小丑看着我，我把畫冊遞到他手裡。他還托我帶了一句話。小丑的目光從畫冊上轉回。我說，他永遠愛你。小丑翻閱着畫冊，一時之間泣不成聲。我有過叛逆的時光，做過不少錯事，我曾經非常討厭他。他說着許多沒有聯繫的話，最後歸結為一句，我也愛他。時光啊，靜悄悄地走，總會留下一些遺憾。我又想起我爸了。你慢慢看吧，我不再打擾了。我轉身離開。他說道，謝謝你，清潔員小姐。出門後，老闆看着我，為什麼這麼惆悵？我靠在牆邊，想起了離世的親人。向來喜歡搭話的老闆也沉默了，需要我給你一杯酒嗎？我不喝酒。我搖搖頭，拿起4大神器，我要下班去陪媽媽聊天。老闆笑了，很對，明天見。子欲養而親不待，珍惜眼前人。第二天，我活力滿滿地出現在他面前。老闆，今天的我又恢復了狀態。我揮舞着掃把，學着葉問勾手，我要打掃10個。如此自信。他饒有興趣地看着我。我把掃把收起，這麼久的工作可不是白幹的。我已經充分地研究了，只有副本 NPC 認為的垃圾才是垃圾。就像紙牌屋，他不認為立牌的模糊痕跡需要擦乾淨，那就不需要擦。他點點頭，沒想到你人傻卻不笨。沒錯，副本內的一切都以 NPC 的好惡決定。我嘻嘻一笑，經過我的觀察，有幾個副本的 NPC 都比較好弄，比如僵屍副本裡的僵屍，探戈副本裡的舞者，蔚藍副本裡的飛鳥。老闆頗有些意外，你的觀察力很強，看來月底我要大出血了。簸箕一響，吳媽登場，看我去就來。我拿着簸箕和掃把，興沖沖地衝進僵屍副本。他的陪葬品就是他眼中的垃圾，可當我抱着垃圾出門時，垃圾卻全部消失了。老闆嘴角裂開，他的陪葬品屬於副本的布景，是無法帶出的。我面無表情地看向他，你不早說。他笑笑，副本的樂趣在於發掘，心急吃不了熱豆腐。在這樣的日子中，發工資的時刻總算到來。老闆拿起空白的本子，裝模作樣看了一眼，吳子瑜，基本工資2萬，本月打掃副本8個，共2.8萬，已支取3000，應發2.5萬。你出去看看自己的銀行卡，應該到賬了。哦耶，愛你，老闆。我開心地繞場一周，隨後說道，老闆，我要請假。他說道，不用請假，你的時間你自由安排。林微雲的婚禮快到了，作為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，我必須幫他一起準備。在準備的時間中，副本內，古堡副本，小李看着已經裝滿的垃圾桶，愁眉不展。吳媽，你沒有跟我說裝滿了該怎麼辦啊？於是副本裡的玩家看到頗為詭異的一幕。BOSS 拉着裝滿殘肢的垃圾桶，在各個樓層晃悠，面相兇惡的他像是在思考怎麼吃人，嚇得全體玩家抖若鵪鶉。遊戲還沒進行到最後，怎麼 BOSS 就出現了呢？在副本裡，除了原初 NPC， 開本還會有很多衍生怪，他們的思維簡單，是副本運行的主力軍。除了最後時刻和觸發禁忌 ，BOSS 一般不會出現。副本幾輪後，小李坐在入口處。周一，吳媽沒有來；周二，吳媽也沒來；周三，吳媽還沒來。周四、周五，他從樓上跳下，看着新入本的玩家，是不是你們綁架了吳媽？還我吳媽！除了古堡副本，還有鄰村副本、雨林副本等多個副本出現了同樣的情況，在玩家論壇頓時引起熱議。熱榜排名一驚，各個副本的難度飆升，竟是因為這個女人。一句話讓副本難度超級加倍。
3 boss 提前出動，背後的真相骇人聽聞。4幸運玩家數次不死，只因掌握了他的行蹤。此時，最大的玩家公會正在召開一場緊急會議。公會會長說道：“我們現在的過本速度遲緩，很多低次數玩家都被卡在了這幾個低級副本。我們必須要解決一個問題。”他調出顯示屏，一個大大的問號顯示在上面。如何找到這個神秘的吳媽？副會長推了推眼鏡，在我的印象裡，上次出現這種副本聯動是因為要推出一個特殊副本——鬼步基因。玩家們必須在各個聯動副本獲取線索，進行整合，才能找到生路。會長看向他：“你的意思是新的特殊副本要出現了？”他點點頭：“我覺得是。”會長揉了揉太陽穴：“那就更要找到這個吳媽了。特殊副本一旦出現，命運就不由人掌控了。試想一下，再怎麼聰明的玩家，也不可能知道副本外發生的事。這就是公會存在的意義，可以集眾人之力，整合資源。”會長嘆了一句：“亂世將至啊！”就在人心惶惶之際，林微雲的婚禮如期舉行。在後台等待時，他忽然說道：“你看熱搜沒有？億萬富豪尋藝懸賞100萬，找尋清潔工吳媽。要不是他備註是某個遊戲裡的角色，我都差點認為是你了。”我霎時間汗流浹背，勉強笑了笑。這有錢人就是不一樣，居然用100萬找虛擬角色。他說道：“誰說不是呢？”他很快調轉話頭：“子瑜，你看看我後面的裙擺是不是有點歪？”盛大的婚禮後，我着急忙慌的復工：“老闆，大事不好了，我身份要暴露了。”老闆指指古堡副本的直播屏：“你指的暴露是這樣嗎？”我看過去，小李一手拖着垃圾桶，一手拉住冷汗淋漓的玩家：“沒有找到吳媽，你們誰都不能通過。”玩家緊張地說道：“我們正在找。”小李點點頭，放下玩家，拖着垃圾桶往前走，低聲說：“垃圾桶裝不下，不能殺。裝不下，不能殺。玩泥巴，玩泥巴！”我頓時感覺一個頭兩個大，腦仁有些疼。副本結束後，我怒氣冲冲地走進副本。“你是不是想？”討打2字還沒出口，小李頓時衝過來抱住我的腿，嚎啕大哭：“吳媽，我總算找到你了！你看，我都装在垃圾桶裡，沒有亂扔。你不要不來。”小李很聽話。我看着垃圾桶上飛舞的蒼蠅，徹底心軟了，摸摸他的頭：“是吳媽不好，吳媽忘了和你們請假了。”幾個副本走了一圈，這場吳媽風波總算平息。可是因為没看時間，所在的最後一個副本竟然開本了。續集預告：副本血月，古月村的村民崇拜月亮，每當血月出現時，就是他們1年1度的盛典，請玩家們找到從血月夜離開的方法。副本 NPC 丟給我一身衣服，來不及送你出去了，吳媽，你要跟緊我，玩家很危險。得，我也得客串一把 NPC 了。眾玩家，怎麼那個 NPC 一直在 BOSS 旁邊，一定是關鍵點，不能放過他。